如果你現在打開 LinkedIn 搜索這個職位，你會發現很多 AI 公司願意花15到20萬美元，甚至更高的薪資去招聘這個職位。而這個職位不是什麼軟體工程師啊、設計師啊，甚至產品經理都不是，而是文案撰稿人。我相信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應該經常用 AI 來寫作，對吧？無論是 ChatGPT 啊、Gemini 啊，還是 Claude， 這些工具都已經成為了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但你知道嗎？ OpenAI 這個 AI 界的鼻祖公司，理論上它應該是全世界 AI 最發達的公司之一，對不對？但是它竟然還在招聘傳統的文案撰稿人 Copywriter 這個職位，而這個職位還是在1周前我在 LinkedIn 上看到他們剛剛發布出來的。那你可能會好奇的，連 OpenAI 都在找文案撰稿人這樣的人才，是為什麼呢？不是說 AI 這麼發達，這些東西都可以交給 AI 寫嗎？為什麼還在招這麼傳統的職位？為什麼最懂 AI 的公司反而還要招人來講故事？那今天這期影片我就想跟大家深入分析一下這個現象背後的邏輯，以及它對我們每個人意味着什麼。那更重要的是，最後我會分享一個免費的求職外掛的小技巧，讓你能夠直接搜到那些只有內部人才知道的隱藏職缺。那 Storyteller 跟我們剛剛在影片一開頭提到的 OpenAI 在招的 Copywriter 的職位呢，其實是類似的。我看到一個數據，僅僅在 LinkedIn 的美國地區，與 Storyteller 相關的職位，1年內的需求就翻倍了。光是在行銷的領域就有高達5萬筆職缺。而且在企業的財報會議當中 ，Storytellers 或者是 Storytelling 這些詞被 CEO 們提及的次數是激增。那為什麼這個突然會變成了一個很夯的職位呢？我總結了幾個原因。那第一個原因呢，是以前的企業想要曝光，主要是依賴傳統的媒體，比如說電視廣告啊、報紙啊、雜誌啊，砸錢去買版面，媒體就會幫你傳播。而現在呢，媒體的曝光機會逐年減少，因為大家的注意力都轉移到了社交媒體啊、YouTube 啊這些新的戰場了。那企業發現，與其花大價錢去買越來越貴、效果越來越差的傳統廣告，不如自己去建立屬於自己的媒體渠道，直接跟用戶對話。所以你會看到現在很多品牌都有自己的 YouTube 頻道啊、Instagram 頻道啊、Discord 頻道啊、IG 賬號啊、Podcast 節目等等。但問題來了，誰來創作這些內容？誰來講述品牌的故事？這就需要 Storyteller。那隨着現在 AI 生成的內容越來越多，比如說 AI 寫的文章啊、AI 生成的圖片啊、AI 製作的影片啊，到處都是。但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問題？那就是 AI 生成的內容往往有一種制式感，就是那種一看就知道是 AI 寫的感覺，你說不出來，但是你看到這個帥哥、這個美女，你雖然知道他很帥，雖然知道他很美，但你知道它就是 AI 生成出来的，对不对？比如說他寫的文章句子，要不就是結構太過於工整，要不就是用詞太過於正式，要不就是缺乏人的溫度，要不就是他會用特定的某一些的表情符號。當市場上充斥着這種千篇一律的 AI 內容的時候，反而是真實的、有溫度的、人性化的內容就變得稀缺了。那用戶就開始渴望看到真人的觀點啊、真實的情感啊、獨特的視角。這也是為什麼在上一期2025年總結的一期影片裡，我自己提到，我覺得2026年一個很大的商機就是反數位、反 AI 的商品、產品或者是服務。那回到這期影片，這也是為什麼 OpenAI 這樣的公司反而更加需要 Storyteller， 因為他們知道技術再強大，最終還是要通過人來傳遞價值，通過故事來建立連結。那我自己呢，作為一個半路出家的 AI 博主，我自己的郵箱每天都會收到各種各樣 AI 公司發來的合作邀請，光是 AI 生成影片就可能有超過10家， AI 生成音樂也超過10家，因為他們背後用的都是類似的 AI 模型。那我自己是怎麼挑選呢？既然這些 AI 工具背後用的技術都是類似的，功能也大同小異，那我自己主要就是看這個工具的使用體驗、界面友好度、價格等等。更重要的是，誰能把產品的價值講清楚，誰能讓我快速的理解這個工具能幫我解決什麼樣的問題，那誰的品牌故事更打動人等等，這些當大家都能很輕易的用 AI 工具去 vibe code 一個 app 的时候，怎麼做已經不是最重要的了，最重要的是怎麼賣出去。
就如同商品一樣，電商平台上各種同類的產品已經是成千上萬。那這個時候最稀缺的是什麼？不是生產能力，而是銷售能力。這就是為什麼在中國的頂級直播主一場直播就能賺幾千萬人民幣。李佳琦啊、薇婭、小楊哥這些人，他們的核心能力不是生產商品，而是把商品賣出去。這就是時勢造英雄。當產能過剩的时候，有銷售能力的人才就變得極其值錢，而直播又是一種能夠放大影響力的槓桿工具。現在 AI 產品也進入到了類似的階段。那當然了， AI 產品跟普通商品還有一點是不一樣的，那就是教育成本。普通商品，比如說一雙鞋啊、一瓶飲料啊，那是看得見摸得着的，用法很直觀，基本上你看到那個產品你就知道它用法是幹嘛的。但 AI 產品呢， AI 產品不同，大部分用戶根本不知道它能幹什麼，怎麼用，能解決什麼樣的問題，所以 AI 公司才會花大錢做 marketing， 去跟博主合作，希望去教育用戶，跟用戶說用這個 AI 工具能夠解決什麼樣的問題。那舉個例子， ChatGPT 剛出來的時候，很多人的反應是，不就是個聊天機器人嗎？但實際上它能寫程式碼、做翻譯、做數據分析、做創意策劃等等等等等。但如果沒有人告訴你這些用法，沒有人用生動的案例展示給你看，你可能就發現不了這些價值。這也就是為什麼 AI 公司需要 Storyteller 這個職位的原因。那 Storyteller 的工作呢，就是把複雜的技術翻譯成普通人能聽得懂的人話。第二個是把抽象的功能轉化成具體的應用場景。第三個就是把這個冰冷的技術包裝成有溫度的故事，再講給用戶聽。與其羅列一堆技術指標，不如講一個真實的用戶故事。那其實這個趨勢也不僅僅是只針對 AI 行業，其實各行各業都開始意識到故事的力量。比如說金融業，它也需要 Storyteller 去把複雜的金融產品講得讓普通人聽得懂。所以每個行業都需要 Storyteller。那究竟這個趨勢對普通人來說有什麼啟示呢？那我自己個人呢，得到了一個啟發，就是在 AI 時代，軟技能比硬技能更加的重要。那什麼是軟技能呢？比如說寫作能力啊，能把複雜的想法表達清楚；又比如表達能力，能打動人心，能說服別人；又比如同理心，能理解出用戶的痛點和需求。另外還有創意思維啊、情感連接啊等等，這些能力其實都很難被 AI 完全取代，因為他們需要人性，需要體驗，需要情感。那所以如果你有孩子，或者你自己正在規劃未來的職業發展，我個人非常建議大家多多重視這些軟技能的培養和發展。那關於這部分呢，我在之前的這一期影片裡有詳細的介紹講，有興趣的觀眾可以去回看。那具體要怎麼做呢？我個人建議，第一，大家可以多嘗試寫作，不一定要寫長文，可以從 social media 的短文開始，關鍵是要清晰的表達，要有自己的觀點。那除了文字的寫作以外呢，大家也可以嘗試多口頭表達，可以錄影片、錄 podcast， 又或者是在公司的會議上多多發言，練習把想法用口語化的方式講出來。那第三個，我個人認為就是要多觀察身邊的人啊、身邊的事啊，思考背後的故事，因為這些就是 AI 無法取代的，它無法取代一次很痛的經歷，或者一次很甜蜜的跟愛人初相識的那個感覺。AI 無法幫你去體驗生活，只有我們真人才能真實的感受到。那如果你能不僅感受到，還能很好的表達出來，讓別人也能感受到這份情感的話，我相信這種人才在未來會非常非常的搶手。那第四個就是多學習好的故事，看多一點好的書、好的電影、好的演講，分析他們為什麼會感人，為什麼會有說服力。那影片的最後一個部分，想分享一個免費的求職外掛。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ATS。ATS 的全稱是 Applicant Tracking System， 也就是公司內部專用的職缺資料庫。那在美國這邊，很多科技公司呢會先把職位發布在自己的 ATS 系統上，過一段時間才會同步到 LinkedIn 啊、Indeed 這些求職平台。所以如果你能直接搜 ATS 系統，就等於比別人早一步看到機會。簡單來說，就是利用 Google 的進階搜尋功能，直接指定 Google 去特定網站搜尋，然後鎖定公司的 ATS 的公開招聘頁面。假設你想找舊金山灣區地區的 Storyteller 的這個職位，你就可以這樣輸 site 網站，然後職位，然後地點，又或者是
網站、職位。如果你想要 startup 的話，你就可以打上 startup。如果你想 remote 的話，也可以輸入關鍵詞 remote。這個語法的核心就是 site， 它限制了搜尋範圍到指定的網站。第二個是通過關鍵字去精準的搜尋職位、技能、地點等等。那在這裡列出一些比較常用的 ATS 平台。那用這個方法可以讓你比別人搶先的去看到機會。大部分的求職者都在 LinkedIn 上找工作，但很少人知道可以直接去搜 ATS。另外就是有一些公司只在 ATS 上發布，根本不會放到公開平台。用剛剛的這個方法，不需要任何工具，不用付費，只會用 Google 就行了。那最後想問大家一個問題，你覺得在 AI 時代還有哪些人類獨有的能力是無法被 AI 取代的呢？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如果你覺得這期內容對你有幫助，可以點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我是 Braden 布萊登，我們下期再見了，拜拜。